知道叶晨要来吃晚饭，安家人开心的如同过年一般。老太太张罗着儿女帮忙，将餐桌收拾妥当，又将洪武命人送来的凉菜冷盘摆放整齐。老爷子也一直在嘴里念叨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等晨儿来了，我说什么都要喝几杯。一旁的安悠悠连忙说道：爸，您身体刚恢复一点，酒还是别喝了。笑话。老爷子不假思索地说道，身体恢复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？这么重要的大喜日子不喝酒怎么说得过去？老太太微笑说道，悠悠，你爸要喝，你就让他喝吧。盼了20年，终于把外孙盼回来了，别说他了，连我都想喝2杯。安重秋连忙道，妈，要不让洪先生帮忙准备2瓶红酒吧，您和悠悠待会儿也喝一点。老太太笑着说道，行啊，那我们娘俩就喝点红酒，你们几个陪着你爸还有晨儿喝点白酒。臭！安重秋点头答应下来。老太太又对李亚林说道，亚林，你看你要不要也喝点？肯定要喝。李亚林脱口道，婶子，叶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今天他终于要以真实身份回来跟您一家重聚，这么大喜的日子，我必须得多喝一点。老太太连声答应下来，想到外孙马上要来，已经笑得合不拢嘴。几人刚帮着老太太把凉菜都摆放好，便听门口洪武忽然喊了一声，叶大师来了。安家人一听这话，顿时更加激动。老爷子脱口道，走，一起去迎接晨儿。其他安家人以及李亚林几乎没有任何迟疑与停顿，纷纷跟着安启山快步向外走去。此时叶晨已经开着老丈人淘汰下放给自己的宝马5系来到了别墅门口。车开进院子，刚刚停稳，安家人便在安老爷子的率领下一齐迎了出来。叶晨还没下车，但在车里看到外公外婆一家人，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些紧张。而安家人也很有分寸地停在了叶晨车前约莫2米的位置上，面带笑容，等待着叶晨从这辆车里下来。叶晨做了个深呼吸，调整了一下心理状态，随后推开车门，迈步走下了车。刚一下车，安老太太便按捺不住情感，红着眼睛上前，一把将叶晨的手抓住，哽咽道，晨儿，外婆盼了你20年，终于把你盼来了。叶晨心中也有些唏嘘感叹，这一刻，当年再多的埋怨也被亲情重聚的感觉冲淡，那种血浓于水的感觉让他心中也不禁有些惭愧，于是便十分抱歉地开口道，对不起外婆，让您等了我这么久。安老太太连连摇头，一边流泪一边说道，不用说对不起，你没有对不起外婆，是外公外婆对不起你。一旁的安老爷子也是忍不住被眼泪润湿了眼睛，在一旁喃喃道，晨儿啊，这20年安家人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你，我们为了找你已经找遍了全世界，而且找了不止一遍，但唯独没想到你竟然一直都在金陵。叶晨点了点头，道，不瞒外公，爸妈出事之后，唐四海便将我安排在了福利院，福利院一直隐藏着我的真实身份。安老爷子不禁感叹，看来我还是低估了你爸爸的本事，这么大胆的灯下黑，恐怕也只有你爸爸才想得到。说到这里，他十分欣慰地说道，我以前以为你爸爸可能就是我遇到过的最有能力的青年才俊，可没想到晨儿你竟然还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要不是你一直暗中相助，我和你外婆还有你的小姨舅舅们恐怕早就已经死了。叶晨认真道，外公不用这么客气，我身上流着一半安家的血脉，无论如何也不会对安家做事不管。安老爷子眼眶通红，哽咽说道，上次外公病危，囡囡忽然送来一颗救命丹药，那丹药想来也是晨儿你让囡囡送去的吧？叶晨点了点头，道，当时听闻外公重病，我又不便出面，就让囡囡带着丹药赶过去，还好他到得及时。安老爷子长叹一声，伸出3根手指来，战声道，晨儿，算上那一次，外公欠你3条命，3条了。叶晨微笑说道，外公，这些对我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您不必放在心上。那怎么行？安老爷子脱口道，晨儿，你是整个安家的救命恩人，安家一定会倾尽一切报答。叶晨摆了摆手，
笑道：“外公，您这么说就太见外了。”一旁的老太太连忙说道：“启山，晨儿刚来，这些事儿咱们以后再慢慢聊。”说着也不等老爷子说话，便连忙问他：“晨儿，你既然早已经与囡囡相认，为何不带她一起来？外婆真的很喜欢她。”叶晨道：“囡囡还在美国开巡回演唱会，过些天应该就回国了，到时候我再带她来见您和外公。”老太太连连点头道：“好啊，丑，太好了，晨儿，囡囡这个姑娘真是外婆生平仅见的好女孩，她又是你妈妈早些年就给你定好的未婚妻，你还是早日跟囡囡完婚，对你来说是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对我们来说是见证了一对天作之合。除此之外，你父母在天之灵肯定也会非常欣慰。”叶晨道：“外婆，我已经结过婚了。”啊！老太太惊讶地问道：“结过婚了？和谁啊？”叶晨道：“金陵萧家的女儿萧初然。”老太太更是诧异，她是全球第一华人家族的女主人，段位高到国内任何一个家族都无法企及，哪里会听说过什么金陵萧家？于是老太太便问她：“晨儿，你结婚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”4年前。叶晨认真道：“就在我一无所有、一无是处的时候。”老太太有些遗憾，但见叶晨说话时语气坚定，便知他对自己的妻子还是非常满意的，于是便连忙问晨儿：“外孙媳妇人在哪里？怎么没带着让外婆见一见？”叶晨道：“前些天得知您诸位来金陵，我预感可能会有危险，就把她支去美国了。”老太太点点头，微笑说道：“不要紧，等她回来再见不迟。”叶晨摇头道：“外婆，就算她回来，我可能也不会带她来见您和外公了。”老太太不解地问：“为什么啊，晨儿？你心里是不是还在埋怨你外公？”叶晨微微摇头，开口道：“外婆，我老婆她还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。”在场众人均是瞪大眼睛，谁都没想到叶晨结婚4年的老婆竟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老太太忍不住问晨儿：“你都与那位姓萧的姑娘结婚4年了，她怎么还不知道你的身份？”叶晨自嘲道：“她当初嫁给我的时候，我一无是处，还在建筑工地搬砖和水泥。后来结婚了，我就入赘到了萧家，在萧家人眼里，我就是个孤儿院出身，没上过什么学，也没什么真本事的低端人口。当时我也乐得这种无人关注、无人问津的感觉，所以一直没向萧家人表明身份。”说到这里，叶晨又到后来，唐四还找到我，给了我一笔钱和一家公司，而我自己又有了几分特殊的际遇，一点点变到了今天。可这段时间，我也没想好该怎么跟初然说我的事情，所以索性就一直瞒着，没让他知道。外婆沉思片刻，非常理解地点了点头，感叹道：“患难见真情，你一无所有的时候，她还能嫁给你不离不弃，这一点确实很了不起。”说着，他不禁有些期待地问道：“晨儿，你既然已经结婚4年，那岂不是已经有孩子了？”其他人也都一脸期待地看着叶晨，希望能从他的口中听到喜讯。叶晨尴尬地摸了摸鼻子：“外婆，我们暂时还没要孩子。”众人纷纷有些错愕，同时也有些失望。老爷子安启山赶紧岔开话题，对叶晨说道：“对了，晨儿，外公给你介绍一下你的3位舅舅和小姨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他们变化很大，我怕你都认不出了。”安启山先从安重秋开始介绍到：“晨儿，这是你大舅，你们前段时间应该有过接触。”叶晨点点头，一脸淡然地说道：“大舅来金陵参加过回春丹拍卖会，当时我就在后面盯着实时监控。”安重秋讪笑2声，说道：“我就猜是你把我赶出去的，果然没冤枉你小子。”叶晨笑了笑，认真道：“大舅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回春丹拍卖会的第1条规定，就是任何人不得将回春丹带走。那天大舅确实有些心急了，外甥按规定办事，还请大舅不要怪罪。”安重秋连忙说道：“我可没有任何想要兴师问罪的意思，当时确实是我违背了拍卖会的规定，被赶出来也是活该。”说着，安重秋好奇地问道：“晨儿，关于拍卖会，大舅只有一个问题比较好奇，不知道你能不能跟大舅说说？”
叶晨点点头，大舅请问。安重秋问道，你当时知道我的身份吗？不知道。叶晨如实道，大舅当时用的是霍远征的名字，我并没有太过怀疑，是费家老爷子费建中告诉了我你的身份。安重秋轻轻点了点头，喃喃道，原来如此。说到这，他忽然想到费家此前的变故，不由问道，晨儿，之前费家巨变，莫非是因你而起？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